你见过拥有蓝色肉质的海中贵族波纹唇鱼吗？为了摆脱被人类吃掉，它已经努力进化成没有食欲的外星人模样，可终究还是被爱吃生鱼片的日本人盯上了。洁厕剂般的防身粘液也没让它逃过一劫。接下来带大家看看波纹唇鱼的切割和制作。为了保持鲜嫩的口感，刚捕捞的波纹唇鱼一直放在冰块中冷冻。小哥准备将其运回家中，但150斤的重量，两个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抬上车。波纹唇鱼高高隆起的额头，像拿破仑戴的帽子，所以又叫拿破仑鱼。其性格温和，非常容易与人亲近，在水中几乎没有天敌，珊瑚、海域和岩礁随处可见。直到遇到了日本人，因其肉质细腻、味道鲜美，差点成了濒危物种。这时小哥已将鱼身上的粘液处理干净，接着用刀慢慢将鱼鳞从上面剥离下来。所有鳞片剔除完，鱼鳍也不要放过。波纹唇鱼之所以有海中贵族之称，与它独特的蓝色肉质有关。接下来用刀从腹部切开，破肚后会有许多蓝色物质流出来。虽说它已经努力活成别人讨厌的样子，但还是被日本人吃成了濒危物种。还好在我国受到了重点保护。切割完头部，就开始处理波纹唇鱼的龙肉。蓝蓝的肉质其实是无味的，里面的白色肉才是美味。鳞片下的鱼肉越往里颜色越白，软嫩的鱼肉很容易切割，但它的鱼骨比其他的鱼骨更硬，用钳子才能将其剪断。小哥也没有分解过波纹唇鱼，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。虽说不熟练，但还是成功分解下来。白色的鱼肉是做生鱼片不二的选择，不仅含有高质量的蛋白，口感也细腻多汁。取出海带，在上面涂上一层食用油，用保鲜膜包裹住鱼肉，冰箱冷藏3个小时。取出后，生鱼片因被吸出水分变成了蓝白色，然后将其切成小片，美味的生鱼片就算完成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将其涂上面粉，沾上鸡蛋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放入热油中煎炸，金黄焦香即可捞出。小伙伴们，这样的海中贵族，你会吃上一口吗？当你看到今天这种牛肉吃法，你会感觉之前的牛肉都白吃了。往玻璃罐里加入牛肉，隔水煮熟，只需简单的调料，肉中不加一滴水，它就是保留原汁原味的无水牛肉罐头。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制作过程。先将牛腿肉均匀切成小块，适宜大小，除了美观，还可以使牛肉更好的入味。将盛有牛肉的漏盆放到水池旁，仔细清洗掉牛肉表面的血渍，然后将牛肉上的水滴控净。腌制牛肉仅需简单的调料品，均匀撒上少量细盐，再加入胡椒粉，用手搅拌抓均即可。这样做出的牛肉才能保留其原汁原味。接下来玻璃瓶里放入月桂，去除腥味的黑胡椒也加入几粒。这时腌制好的牛肉块就可以装入玻璃瓶中，灌满即可拧上瓶盖密封。密封玻璃罐蒸煮时，可以更好的锁住牛肉里的香气。整个流程无需加入一滴水，却可以喝到纯正的牛肉汤。趁着点火期间，锅底铺上一层毛巾，这可有大用处，千万别疏忽了。再将装有牛肉的玻璃瓶放入锅中，接下来加水才是门道火，7分高的水柱恰到好处，不仅可以防止炸瓶，还能煮出美味的牛肉。焖煮11个小时，取出锅中的牛肉罐头，本来无水的牛肉居然出现油汪汪的汤汁。打开瓶盖，牛肉已褪去稚气，变得软烂如泥，一口牛肉一口汤，绵绵入口即化，鲜香不腻，只想停留在舌尖上翩翩起舞。小伙伴们，这样的无水牛肉罐头你会吃吗？这是泰国街头一家炭烤鱿鱼摊位，评价好吃还不贵，迅速圈粉无数，每天都可以卖出3000份的炭烤鱿鱼。简单的鱿鱼却在老板手里妙笔生花，让其做到了天花板级别。别人家的鱿鱼不是新鲜，就是往里加入了特殊材料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吃到嘴的是什么。而老板家鱿鱼，你却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。单说店里的蘸料，就是经过数小时调制而成，经过蘸料的洗礼，瞬间提升了鱿鱼层次感。老板家的鱿鱼之所以受欢迎，与秘制的蘸料是分不开的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用到的鱿鱼都是当天现采购的，每一个鱿鱼都是活泼乱跳的，而炭烤才是老板的制胜法宝。食材经过炭烤，不仅可以保留原始风味，更是使其 Q 弹软嫩，劲道十足。不仅卖相好看，更是香飘吉利，吸引了许多路过的行人走到摊位前，争先购买，点上一份。不过想要吃到这道美食，每份鱿鱼都要经过5分钟炭火的锤炼，它便属于你了。烤好的鱿鱼色泽金黄，还没等吃到嘴就流下了口水，个头饱满，吃上一口满嘴的香气，软嫩鲜甜的鱿鱼，越吃越想吃。除了直接开吃，搭配上当地特色的泰式蘸料，才是鱿鱼的正宗吃法。酸酸甜甜多番滋味轮流上演，而浸泡过蘸料的鱿鱼，不仅色泽看起来十分好看，更是丰富了其口感。吃上一口，满满的满足感，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，即使一天吃3顿你也消费得起。小伙伴们，赶紧让你的朋友带你一起去吃。你知道美国人早餐都吃什么吗？可能与你想的不一样，这是芝加哥的一个街边餐车，没有华丽的装潢，
也没有醒目的门面，但店前总是大排长龙。此时老板早已忙着不可开交，将香肠整齐码在铁板上，看起来十分诱人。不久，烤好的圆葱和香肠就堆成了一座小山。众所周知，汉堡和热狗在美国非常受欢迎，就像我们早餐同样离不开豆浆和油条。与你所处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没有关系，一份简单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天热情饱满。虽说街头小摊没有宰客的高价，但所有采用的食材都是货真价实。纯肉制作的香肠没有掺杂一丝淀粉，与铁板发生了美拉德反应，披上了焦褐色外衣，诱人的模样非常吸引人。除此之外，店里手工制作的牛肉饼也是许多食客必点的美食，不仅因其食材都是新鲜线采购的，与老板独特的烤制手法也分不开，全程都用小火慢烤，恰到好处的火候牢牢锁住了牛肉的汁水，外面焦而不糊，内里软嫩多汁。待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就可以出锅了，将其摆放到洋葱上，洋葱与牛肉饼间的香气巧妙结合到一起，解腻的同时还有股鲜香之味。来到这里的许多顾客也是奔着肉嘟嘟的猪排而来，在高温铁板催化下，一个个猪排宛如附了魔法，色泽金黄诱人，散发出的香气更是让人忍不住流下了口水。老板非常听话，你想要几层肉饼就给你几层。贴心的老板还为爱辣人士提供了腌辣椒，虽说是微不足道的服务，却让老板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几元的早餐吃到嘴中，立马解决掉了一个晚上所带来的饥饿感，同时开启了新的一天。小伙伴们，早餐你会选择吃汉堡，还是会吃豆浆油条，亦或是包子和粥？一份没有任何肉的煎饼，你敢相信吗？居然卖到了80元！顾客不仅不嫌贵，只要一出锅立马被一抢而空。这是台湾街头的一家小店，老板今年18岁，刚大学毕业。作为广美出色的毕业生，不去从事本职工作，反而回到家乡继承父亲留下的煎饼店。随着老板将蛋液有规律平铺到铁板，便可以用刷子把鸡蛋液均匀涂抹在面浆上。看似普通的鸡蛋，却带有艺术成分。老板特意用尺子作为测量工具，挑选出大小相等的鸡蛋，而且每个鸡蛋上还画出了笑脸，这也是煎饼价高的原因之一。不仅如此，老板还将他画时天马行空的想法全部运用到实际当中。原本普通的面皮经过创新，变成了简约而不简单的网格形状，一经亮相，立马俘获了许多饕客，甚至许多同行也争相模仿。每个鸡蛋上摆好小树叶，便可以将蛋饼分成4等份。这样的操作每天都要重复600次，待一股浓郁的蛋香扑鼻而来，就可以用铲子对其翻面。翻过面的蛋饼样子十分好看，宛如一张艺术品。随后将其放到另一侧案板上，挤上酱汁并涂抹均匀，再铺上一张紫菜。接下来就可以将用寿司醋煮好的米饭逐一放到蛋饼上。老板手法非常麻利，虽说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出摊，直到深夜才回家，但依然没有看到其疲惫的样子，反而精神十足。老板表示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，不仅离家近可以照顾父母，收入也非常的可观。主要原因就是特别喜欢煎蛋饼。随着所有的配菜准备完成，便可以双手互相配合，用铲子将蛋饼饭折叠起来，四四方方像块砖，可以在店内吃，也可以打包带走。吃上一口，层次丰富，外皮酥脆喷香，内馅丰富，蛋香夹杂着菜香。小伙伴们千万别点3份，怕你今天的工资不够。还没等营业的鱿鱼摊位，店前早已排满了长长的队伍。看似普通的鱿鱼，却被老板做出了新花样。别人家都是利用调味料增添鱿鱼的口感，可老板却讲究原汁原味。虽说食材简单，但吃上一顿就要花费你3天的工资。凌晨3点，老板就会出海捕捞鱿鱼，回来后会立即将其放入锅中。为了保持鱿鱼细嫩的口感，直接用高温蒸熟即可，也无需用水清洗，就连它的内脏也不用去除，原汁原味，吃起来才叫香。许多食客都是为这原始的海味而来。虽说每天都准备了1200个钢管鱿鱼，但仍然供不应求。趁此时间，开始准备另一道特色，将新鲜的鱿鱼绞成长条状，然后简单清洗一遍，便可以放入洋葱和辣椒调味，再佐以各种蔬菜碎。这道让人垂涎3尺的美味，只要倒入适量的酱料，就可以端到餐桌了。6分熟的鱿鱼是出锅黄金时间，你可以直接吞进嘴里，也可以用刀切成小块，无论哪种吃法都可以满足你口腹之欲。随着一刀刀落下，带有墨香的鱿鱼汁也流出来了，看起来非常有食欲，简直控制不了局面。这道蒸鱿鱼就算完成了，再无需搭配其他配料，就可以直接送到有缘人手里。做好的鱿鱼你可以夹起来就吃，如果蘸上老板特制的酱料，也会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样的美味虽说好吃，但不能天天来，否则你肠胃受不了。